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前公司带货翻车，7名明星半年未拿到300万收入要求退款。日前，杨紫原所在公司欢瑞世纪的子公司被一家健康科技公司起诉，一审结果要求欢瑞向原告退还约375万元。至于原因，很简单，也很出人意料。欢瑞世纪的艺人直播能力太差，达不到可以和对方讨论的人数，赌注就逆转。好像很久没有听到欢瑞世纪这个名字了。这家曾经富甲一方的公司，这几年仿佛落水而退。尤其是杨紫选择离开后，在圈内的存在感又下降了一个度。虽然后面还有其他演员接班，但论人气还是差了一大截。艺人都这样，剧集的产量大不如前。结果当年的热播剧一下子就抓住了大佬，现在却像啃着古老的傀儡，带着浪漫的残渣活不下去。从数据上看，这次跌幅更加惨烈，累计连续亏损13亿。虽然后续略有好转，但与之前的亏损相比，这也是微不足道的。面对这样的趋势，欢瑞自然是想出了更多自救的办法。因为在电商行业，网红直播和带货这两个概念已经很成熟了。于是乎，在这个宇宙末日带货而来的时代，欢瑞也选择了拥抱带货的怀抱。欢瑞旗下艺人陆续参与了一些直播带货活动，并正式上线。欢瑞世纪正式进入直播行列。据相关资料显示，电商和直播为欢瑞创造了超过2000万元的利润。看起来还挺可观的，但这2000万的收入已经是他的顶级艺人任嘉伦、程毅等人参与评选的结果了。所以仔细算一算，欢瑞世纪跨界行动的更多成就，可能是再次证实，明星在社交平台上的影响力和粉丝数量，并不能转化为对等的投放能力和效果。比如这次的欢瑞世纪和一家健康科技公司（以下简称 Q 公司）。2月21日，欢瑞与 Q 公司签订的合同或对赌协议大致相同，具体内容简述为：Q 公司给欢瑞500万直播推广费。欢瑞想通过自己的公司，包括曹颖、赵英子、李心爱、戴娇倩、刘萌萌等7位明星主播以及几位普通主播，给公司的直播带货完成一些销售。如果你完成了，你拿走了500万；如果做不到，那你就得按比例退还这500万。两方合作步调一致。第一期3个月其实也算4个月 ，Q 公司给欢瑞预留了1个月的机会补上。欢瑞在这个阶段需要实现1500万的销量。其实我看惯了主播上亿的收入，看惯了一些大牌明星一档节目几千万的销售额。看看近3个月1500的销量目标，我觉得欢瑞应该稳赚不赔。但是上半年欢瑞的实际销售额只有279.79万。以3个月1500万的标准，6个月实际销售额不到300万，欢瑞的赌局翻盘堪称翻盘。因此 ，Q 公司后来起诉欢瑞要求退款，也在意料之中。虽然欢瑞也反诉 Q 公司的产品存在问题，但由于这些问题的爆发并不能影响前期的销售，法院最终判决欢瑞向对方公司退还375.19万元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幕相当尴尬。不过娱乐圈其他公司估计也不会出来拿欢瑞开玩笑了，因为圈内不需要分析明星带货翻车，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只是围观的普通用户细数往事，大家都是因为卖假货、产品质量不够好翻新等等，坑太高，导致带货量不成比例的主角直播间的表现不理想，说错了也不对。买不好翻主角，选错伙伴，骗消费者的明星五花八门，基本上你可以写出一份完整的明星翻车清单。不得不承认，明星进入主播行业有着先天的优势，他们自带粉丝，人气高，影响力大，规则和玩法不能有很深的理解，甚至不能有一定的深层次。这些未知数最终会回馈给他们带来商品和业绩的能力。02杨紫穿青花直播，被嘲是乡镇干部，我却看得很顺眼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女明星开始直播带货，有些人可能认为她们是在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，但实际上，赚钱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。女明星也是普通人，也需要生活，所以直播带货也很正常。杨紫最近也在直播带货，而且带货状态很好，不敷衍，不急不躁，属于让人看着特别舒服的类型。
直播中，杨紫的着装引起热议，蓝色小香风外套叠穿白衬衫，领口外翻的造型被网友调侃乡镇干部。不过有一点要说的是，杨紫的颜值和气质，对于这组造型，你能坚持住，而且也不能看事情太片面。杨紫的这一身穿搭，整体看起来非常时尚。光看网友的截图，要是只露出肩膀就好了。杨紫这造型真像个农村女干部，再加上头发特别干净利落，衬衫领口向外翻，会有一种规整的感觉。但只要看到她的全身照，就会明白什么是可盐可甜。虽然是蓝白色，但是杨紫造型的蓝色是比较清新淡雅的浅蓝色，并不是特别老气的藏青色。大面积的蓝色覆盖了上衣和裙子，露出小面积的白色领口和发带。其实这套配色还是很平衡的，不花哨也不老气。当天直播的造型中，杨紫的发型是中分低马尾。为了让发型看起来不那么单调，她在头发上系了一根白色的缎带，搭配丝带的点缀，瞬间形成整体造型的呼应效果，看起来复古又甜美，简直更加赏心悦目。小香风是一种经典且永不过时的穿衣风格，服装单品是小香风外套，也是杨紫的最爱。所以在这次直播中，杨紫穿了一件小香风的短款外套，内搭基础款衬衫，百搭又好看。而在下装的选择上，她搭配了一条宽大的百褶长裙，优雅大方。很多人在穿小香风外套的时候，都喜欢选择牛仔裤或者黑色长裤。其实想要穿出更高级、更时尚的效果，还是要借助外套和裙子，将短款修身夹克与窄腰宽底长裙搭配，温柔知性，分分钟提升你的好气质。想要穿出显高的效果，可以搭配一双低跟鞋。小香风外套的颜色越鲜艳，那么我们选择的内搭就应该越基础、越简单。这种穿法主要是可以营造出更加协调的效果，比如鹅黄色的西装领外套，可以搭配一件纯白色的圆领 T 恤。T 恤的面料要舒适亲肤，款式要修身而不紧身，自然也能轻松穿出好身材。这种穿法在日常生活中出镜率比较高。直线条的小香风外套，无论是叠搭在衬衫、T 恤还是针织衫上，都很有效果。不过在下装的选择上，需要花点心思。太紧或太松的款式都会拉低造型的档次，与皮肤保持一定余量的高腰牛仔直筒裤是最佳选择。衣服和人其实是相得益彰的，我们只有足够的气质和品味，才能搭配出更高级效果的衣服。在选择服饰单品时，不一定要追求时尚，适合自己的款式和配色决定了最终 look 的时尚度。加油吧，朋友们！本期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杨紫的小香风外套，你觉得她这次的直播风格怎么样呢？03，肖战一巴掌直接打脸，看不出明星架势。网友评论普心，粉丝表示理所当然。参加米兰时装周后，肖战被嘲不是明星，只是个普通人。如今为了宣传于田川，肖战被工作室打脸，以平凡的外表作为宣传武器，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和讨论。陈情令时期，肖战和魏无羡比较亲近，但自从放飞自我，获得了无数流量后，就变得越来越随性了。他经常不化妆，完全素颜，即使有 P 图，即使加了滤镜，还是遮不住婴儿肥，看不出明星的架势。他素颜直接去了品牌总部，还是一身普普通通的衣服，除了个子高了点，就是个邻家小伙，没有引人注目的感觉。要知道，名人形象管理非常重要。顶流明星中，除了易烊千玺，肖战也被普心调侃过。肖战自己说自己很平凡，却收获了无数人的喜爱。您还应该管理自己的形象。他平凡的外表无法支撑他超高的人气和知名度。在顶级主播中，肖战和王一博属于同一类。肖战30岁还被网友夸赞，他看起来充满了青春。虽然在外貌和年龄上有些差异，但是明星的年龄跨度还是很大的。男明星到了50、60岁还能活跃在娱乐圈，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评论关注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